皇后娘娘，听闻皇上近来病好些了，臣妾想来看看皇上。淑嫔，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眼下还没大好呢，你还是回去再等等吧，免得受了病气。皇后娘娘好生辛劳，独自守着皇上，却忘了自己还有和静公主需要照顾，倒不比臣妾这样无儿无女的毫无牵挂，想来侍奉皇上更为方便吧。你还年轻，这万一得了疥疮伤了容颜，那日后还如何能侍奉皇上呢？皇后娘娘真是贤惠啊，独自照顾皇上，臣妾等人想见一面都不能。罢了，这是臣妾亲手为皇上编织的福袋，也请安华殿法师开过光，能否请皇后娘娘替嫔妾转交呢？这福袋甚好，不过还是等着日后淑嫔亲自交给皇上，才更有新意。你还是回去吧。中宫有喜了，真的啊？错不了，齐太医亲自诊的脉。下去吧。得，中宫怀了嫡子，我便是生出个金元宝来，皇上也不会来看一眼了。皇后日盼夜盼的，终于遇喜了。是啊，皇上高兴极了，总得要去喝一喝的。皇后遇喜与我何干？我既不是真的高兴，自然也不必假意去道贺。可总还是要相处下去，彼此也该留些情面。我啊，是真不喜欢他。这话你除了跟本宫说，你可不能跟旁人提起啊。知道了。我啊，也不过就是感伤罢了。皇上待我如此情深意重，自从齐太医说我身子产若不宜有孕，每事情过后，皇上总是嘱托人拿坐胎药给我。只是喝了这么些年了，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怕真的是我自己身子产弱的缘故吧。皇后为了再有身孕，喝了多少年坐胎药，也不是到了今时今日才有好消息嘛。姐姐可曾喝过？那时候皇后娘娘为了让嫔妃多子嗣，和宫里都是赏过坐胎药的。不过也就是你最得皇上宠爱，这事情过后亲赐坐胎药的恩典，你是头一份儿。主儿，进宝公公来了。奴才请两位娘娘安。皇上让奴才给淑嫔娘娘送药。奴才告退。皇上还吩咐静宝要看着你喝完坐胎药啊。可不是嘛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快吃口甜的，去嘴里的苦味儿吧。这个呀，是诸暨产的西施蛇，清甜俊永，臣妾最喜欢这些家乡点心了。你满口家乡的，真正不像一个满洲的哥哥，倒像是从诸暨走出来的江南闺秀呢。
赵姨太，这次皇后娘娘玉玺，上下都得格外当心，尤其是饮食上，除了御膳备膳的厨子，还有你和我，旁人不许经手。哎，连连心都不能报。人越少越干净。还有，太医院几位德高望重的太医，一日3次轮流伺候着，一切都只为皇后娘娘平安诞下皇子。行，进去吧。怎么样？回夫人话，从胎相来看，十有八九是个皇子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苏烈打赏是。啊，快给齐太医赐座。臣谢皇后娘娘恩典。齐太医，皇后娘娘，从目前来看，您的胎相虽好，可是从脉象来看呢，虚滑无力，脉细如丝。臣以为，难道龙胎不好？齐太医，您可别吓我。是这样，夫人。皇后娘娘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，又因端会太子之薨忧思过度，这些年神思操劳，导致体质虚弱。虽然微臣一直用药为皇后娘娘催孕，但是您在玉玺之前日夜侍疾，劳累过度，这便是玉玺的时间不太对。你只要告诉本宫，能不能保住龙胎？当然呢，但是皇后娘娘玉玺刚足3个月，为免母体孱弱，以致胎儿不保，臣打算稍爱保胎。稍爱保胎？是。那必是有滑胎之象啊。是啊。娘娘不要着急，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。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。那皇上那儿……您放心，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。不，齐太医，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，皇后娘娘替皇上怀嫡子有多么辛苦，多么艰难。即便您要稍爱，也必须皇上在侧陪伴娘娘，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的辛苦，这样皇上才能对这孩子倍加重视。妾如明白。皇后娘娘，臣告退了。有劳您了。齐太医，您可千万要记着，皇后娘娘腹中的龙胎不仅干系着富察氏的满门荣耀，也干系着您的身家性命，您可务必仔细着。是。额娘，你又何必吓唬齐汝呢？他做事也算当心了。我不是要他当心，是让他拼着性命护着你们母子。皇后娘娘，您的年纪不小了，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，往后咱们富察氏还指望什么呢？咱们富察氏的一切，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会生下嫡子，不让皇上失望，也不让额娘和富察氏全族失望。